欢迎收听《给孩子的诗》。台湾的小学有一个很有趣的，说是传统好了，也就是孩子们进了学校之后都要学直笛。大概到了2、3年级，孩子们呢都会拥有一套直笛，不是1支哦，是4支，因为2支为1套，要买2套，免得孩子们丢吧。如果邻居里有小学生，就会听到此起彼落的练习吹笛子的声音。另外一个共通点就是，进了小学之后都会经历一次养蚕宝宝的过程。这个课程一方面是对昆虫的观察，学习一些常识，也让孩子们体会照顾一个生命要如何的仔细小心，是如何的辛苦。其实最辛苦的应该是爸爸妈妈，因为要替孩子们去采桑叶，采不到的话呢，就得去买。那么今天想为大家介绍的一首诗，讲的就是蚕，但是它更深层的让我们去体会到养蚕人的辛苦，以及各种行业我们都应该看见它的重要，要公平而尊重的去对待。这首诗叫做《蚕妇》，妇人的妇，也就是养蚕的妇人。作者叫做张瑜，他是宋代的一位诗人。关于张瑜的生平资料并不多，只知道他参加了很多次的进士考试，但都没有考上。后来隐居在四川青城山的白云溪，所以他自号白云先生。这首诗呢，张瑜用了第一人称的方式，也就是好像他自己就是一名养蚕的妇人，说出了一个女性她在养了蚕、纺了丝，最后到城里面去卖丝的时候，所产生的一种非常难过的、心疼的，甚至于有些悲愤的心情。这首诗这样写：昨日入城市，归来泪满襟，片身罗绮者，不是养蚕人。泪满襟，我们一听就知道他哭了。昨天到城市里去卖他养蚕结了蚕茧之后又纺出来的丝，可是回来的时候眼泪让他的衣服都湿了。为什么哭成这样呢？因为片身罗绮者，就是他看见了那些穿着绫罗绸缎，就是用丝纺成的各种美丽的料子做成的衣服。哇，在一些很美的侍女们身上穿着，当然也有男士。可是这些穿得那么漂亮衣服的人，他们都不是养蚕人呐。他们怎么知道我们这些养蚕的女子日夜辛苦的工作，赚到的钱那么的少？用蚕丝做成的丝绸穿在有钱人的身上，可是这些蚕妇穿什么呢？包括他的家人都只能穿又破又旧的麻衣而已。这首诗只有短短的20个字，它没有批评，没有埋怨，可是就这样淡淡的把贫下阶层的老百姓，这些必须靠劳力花大量时间去工作的这些人的痛苦给呈现了出来。读到这首诗的时候，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忍不住去想想，我自己的社会有没有这样的情况？我是不是也没有去体谅过那些辛苦的劳动者呢？其实在唐代、宋代的诗人当中，也有人写过像《蚕妇》这样的作品，比方说杜荀鹤。杜荀鹤是大诗人杜牧的儿子，他在家里排行第15，所以人们也称他杜15。他也曾经写过一首蚕妇诗，说粉色全无肌色佳，岂知人世有荣华。描述的就是养蚕的妇人啊，她身上是没有任何彩色的，脸上也不可能化妆。粉色全无，肌色佳，就是脸上只有饥饿的颜色。这些养蚕的妇人哪里知道世间上还有荣华富贵的生活？不要说没见过，用想象都想不到。岂知人世有荣华。然后说年年到我蚕辛苦，抵是浑身着苎麻。人们都说我一年一年的养蚕好辛苦啊，那养了蚕纺成丝，为什么你自己身上还是穿着那种粗麻做的衣服呢？杜荀鹤的这首《蚕妇》也是用第一人称的方式，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养蚕的妇人。
好像在对着正在读诗的人说着自己的痛苦。那我们当然可以了解，每一个时代都有各种各样生活得非常辛苦的人，多半在心理上呢，我们也只能做到同情的地步，再多一点的就是体谅。在碰到这些人的时候，不要去对他们抠斤减两的。但是在读到这2首诗的时候，我相信心里会产生不舍。我非常希望做父母亲的朋友能够为您家的小朋友介绍这2首诗，尤其是当学校让他们养蚕的时候。杜荀鹤说：“年年到我蚕辛苦，底是浑身着苎麻。”还有张瑜的说：“片身罗绮者，不是养蚕人。”这真的叫人很心酸。我们除了让孩子在养蚕的过程中，除了得到一些快乐，或者有的时候蚕宝宝死掉了有一些伤心，让他们更深一层的去了解平常时候养蚕人的那份辛苦。不只是养蚕人，所有为我们劳动付出的人，种田的也好，开车的也好，餐厅里的厨师、服务人员等等等等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辛苦。而当我们面对那些特别辛苦的人的时候，不要跟他们讨价还价，占他们的便宜，让这些辛苦的人能够得到多一点点的报偿。而当我们的孩子们体会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所谓的同理心，我们所谓的宽和的对待别人，所有的这些品格就养成了。好，这是今天介绍的2首诗，2首诗都叫做《蚕妇》。第一首是北宋张瑜的作品：“昨日入城市，归来泪满襟。片身罗绮者，不是养蚕人。”第二首是晚唐的诗人杜荀鹤的作品：“粉色全无机色佳，岂知人世有荣华。年年到我蚕辛苦，底是浑身着苎麻。”